美以把伊朗的老大哈梅内伊送走之后，整个波斯湾的空气里都弥漫着报复的火星子。中东现在的局势用一句话总结，就是美以疯狂拆解伊朗，无论是伊朗核设施指挥中心还是领导层，都是打击目标。而伊朗则是进行一场不设限的疯狂反击，不仅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还打击了美国大使馆。那么现在的中东到底打成什么样子了？今天我们就来梳理一下这几天的中东大乱斗时间线。美军这边，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很大方地秀出了他们的武器清单。空军方面 F-22、F-35 这两款五代机带队， F-15、F-16、A10 负责舔地，还有 EA-18G 全程伴随，专门负责让伊朗的雷达变瞎子。最狠的是 B-2 也出动了，防空与地面、萨德、爱国者反导系统全部拉满。在乌俄战场大发神威的海马斯火箭炮也出动了，航母打击群和庞大的补给舰团也没少。就结果来说，美军这是把家底都搬出来了，打击成果自然也不会少。美军的目标非常明确，摧毁伊朗的进攻能力，让他们永远别想碰核武器。从3月1日到3月3日，美军重点照顾了伊朗的指挥控制中心、防空阵地、导弹发射井和军用机场。作为美军的最佳拍档，以色列也下狠手了。根据以色列国防军的战报，自行动开始以来，以军投下了超过2500枚炸弹，摧毁了约600个伊朗目标，150枚弹道导弹及其发射器被炸毁，200套防空系统瘫痪，20个核心领导层据点被端。这意味着，在这几天的轰炸中，伊朗多年攒下来的防空家底已经缩水了一大半。除了这些，伊朗的核设施美以也没放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美以对坦纳兹核设施发动了2次袭击。伊朗第3大城市伊斯法罕空军基地和核设施所在区域也传出了巨大爆炸声，目前暂不清楚爆炸的具体原因。黎巴嫩也跟着遭殃了，以军把真主党的灯塔、电视台大楼给炸了。以军的逻辑就是，只要跟伊朗沾边的，不管是导弹还是电视台，通通送上天。伊朗这边在哈梅内伊身亡后，就展开了反击行动。既然美国打我本土，那我就打美军在整个中东的所有基地。3月3日，伊朗革命卫队宣布了一个大新闻，他们动用了20架自杀式无人机与3枚弹道导弹，命中了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伊朗方面称，基地的主指挥楼被完全摧毁，燃料库陷入火海，美方目前还在保持沉默。伊朗这次不光打基地，还盯着美国的使馆打。3月2日，美国驻科威特使馆遇袭；3月3日，美国驻沙特利雅得使馆遭2架无人机袭击，建筑起火受损。虽然美军说使馆人员提前躲进了避难所，没出人命，但这种心理压力是巨大的。伊朗最狠的还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等于说我不好过，全球也别想好过。革命卫队直接放话，禁止任何船只通过，谁敢过就击毁谁，一滴石油也别想走。霍尔木兹海峡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是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卡塔尔、阿联酋等中东产油国的原油出口必经之路。通过这一海峡运输的石油约占全球石油运输总量的1/5。目前26艘油轮在海峡门口徘徊，还有27艘已经停航。这可是1200万桶原油，一旦这根全球能源的大动脉被掐死，国际油价恐怕要飞到月球上去了。面对伊朗的报复性打击，特朗普在媒体面前表现得很淡定。他说他不担心美国基地受袭，因为那是战争的一部分。美军这次是铁了心要把伊朗的战争潜力彻底格式化。在被追问对伊朗军事行动是否会提前结束时，特朗普说：“我不知道，我只能告诉你，我们进展非常顺利。我们在削弱他们拥有核武器和任何类型导弹的能力方面造成了巨大破坏，只有在必要时才会部署地面部队。”卢比奥也放话了，下一阶段打击会更猛。第一轮袭击已经达到削弱伊朗防御的目标，只是开胃菜。下一阶段将重点摧毁伊朗的导弹生产、无人机和海军能力。用赫格塞斯的话说，我们不打算搞第2次伊拉克战争。除了以上这些，最近的中东还出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3架 F-15E 坠机。最开始的时候，伊朗这边放话说，这3架战机都是我们防空系统击落的。不过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承认3架 F-15E 战斗机在科威特坠毁，美军说是误击，也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好在飞行员跳伞逃生了。F-15E 到底是谁打掉的？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如果伊朗有能力击落美军战机，那就证明在美军饱和打击和电子干扰下，伊朗的防空网还有落网之余。如果真是这样，伊朗现在就不会那么惨。最大的可能还是像美军说的那样误击。现在的中东实在是太乱了，伊朗袭击了中东多国的美军事基地，在这种情况下，防空雷达自然要开机。美以这边还要经过这些国家的领空，打击伊朗各地。火力军估计，协同指挥系统已经乱成了一锅粥，误击并非不可能。只是不管是哪种情况，美军一次性损失3架顶尖战机还是有点难受的。看看美以1打得热火朝天，世界各国的反应也很有戏。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我们不参与，这是美以自己的事。美法德联合声明嘴上支持美国，说要采取必要防御，
但德国这边是美基地，没有资源，绝对不参与，除非伊朗打到我德国本土。法国态度稍微硬一点，说准备帮约旦和海湾国家搞防御，但现在还没出兵。英国更扯，基地都被炸了，还是不打伊朗。最后，火力军帮大家总结一下这几天的战况。2月28日，美以发动实施狂怒行动，哈梅内伊身亡。3月1日，美军轰炸核设施，伊朗封锁海峡。3月2日，伊朗反击科威特、阿联酋，以军宣称摧毁600个目标，美使馆遇袭，证实3架美机坠毁。3月3日，巴林美军基地被炸，伊军炸黎巴嫩电视台。就冲突来看，美军和以色列在实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那2500枚炸弹不是白扔的。伊朗的常规军事设施确实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但是伊朗的报复手段有点狡猾，利用无人机、弹道导弹搞游击式打击。美以就像是一个拳击手，把伊朗这个街头混混堵在墙角暴揍。拳击手拳法精妙，每一拳都打在要害上，但混混拼死反抗，不时用牙咬你的手，用脚踢你的裆，甚至还要拉着全村人一起断水断电。不过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会持续太久，可能持续4到5周。赫格塞斯也表示，不会像对伊拉克那样持续太久，只要摧毁伊朗的进攻性导弹、导弹生产设施及其海军和其他安全基础设施，这场战争就算胜利。当然，在达成这一目的时，伊朗会不会出现政权更迭，转变成亲美政府，谁知道呢？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美以的实施狂怒行动会持续多长时间？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